女人在上网时发现了一件可怕的事，她查到丈夫的社交账号经常出现一个女孩，并且对方还显示单身状态。女人感到了莫名的不安，尽管看上去两人并没有亲密举动，但双方的眼神却不会骗人。为了测试自己的猜测，她画上精致的妆容，还不忘喷上丈夫最喜欢的味道。等到她下班回来，丽莎更是一改往日的高冷，她主动地将身体靠向对方，可却没想到丈夫只是敷衍地亲了下，便赶忙找个借口转身离开。丽莎感到了莫名的羞辱。然而等到两人都熟睡后，丈夫的电话却突然收到一条信息。大山慌忙地将手机关闭，可还是被妻子听到了。丽莎要求检查她的手机，可丈夫却认为两人应该信任，但无论他怎么解释，妻子都不会相信有哪个同事会在凌晨4点的时候发来消息。就当他要冲过去抢夺时，大山一把抓起了手机，眼看就要被妻子夺走，他强行掰开丽莎的手臂，毫不犹豫地将手机丢出。第二天，丽莎又装作什么都没发生，主动向丈夫表示了歉意。为了弥补自己的冲动，她更是提出为他去修手机，可大山却说已经使用了很多年，不如再去买个新的。丽莎见状也只能失落的离开。然而大山也不像自己所说的那么单纯，两人望向彼此的眼神像极了爱情。而另一边，丽莎却偷偷给移动公司打起了电话，谎称手机被摔坏，想要调取重要信息。可当得知是用丈夫的证件办理时，却果断地拒绝了他的请求。丽莎偷偷来参加丈夫的公司聚会，她在人群中一眼便看到了照片上的女人，看着台上卿卿我我的两人，丽莎还是忍住了一时的冲动。然而等到聚会开始后，她却看到了两人前往2楼的背影，一种不好的预感涌上心头。丽莎悄悄地跟了上去，可这里却安静的有些可怕。为了不让房间中的两人发现，她缓缓脱掉了脚下的皮鞋，悄无声息地向前靠近。然而当丽莎走到门前时，却被眼前所看到的一幕吓傻了眼，该看的和不该看的都被她看到，但丽莎却并未声张。她回到家里不停地哭泣。如果你要以为是她过于懦弱，那就太小瞧了面前的这个女人。第二天，两人又偷偷在工地上私会。大山原以为会这样没有烦恼地保持下去，可没想到小美却提出了结婚的想法。他不想再这样偷偷摸摸地继续下去，更是强迫他向妻子坦白。大山也只能硬着头皮找到丽莎，可他才提出暂时分开的想法，没想到丽莎却一针见血，直接捅破。Seronen. Det er ikke det, det drejer sig om. Det handler om os. Jeg kan ikke mærke mig selv i det her længere. Så du ser ingen anden? Nej. 面对丈夫的谎言，丽莎也不再伪装。她说出在办公室看到两人的丑事。随后，丽莎又警告大山说，如果他执意要背叛自己，就会向警方去揭发他财务欺诈的行为，这样不但他会面临坐牢的风险，最终的下场也只能是人财两空。大山没想到妻子会早有准备，但接下来所发生的也更会令他对丽莎感到恐惧，同时也会让各位看官震碎掉三观。大山找到了好友，将自己的困惑也讲了出来。男人给他出了个主意，建议他可以从妻子身旁的朋友入手，看看能不能说服对方。随后大山找到丽莎的闺蜜，以两人感情破裂为由寻求帮助。然而闺蜜却说想让她离开没有那么简单，因为丽莎以前有过一个男友，曾经也背着她喜欢上邻居的女孩，但最终男友却失足掉下了悬崖。闺蜜怀疑这些与丽莎脱不了干系，但这一切也只是她的猜测。随后大山来到当年的崖边，如果能拿捏到妻子的犯罪证据，那么就可以摆脱掉她的束缚。他联系到当年的邻家女孩，原来那时他们几人正在野外露营，男友却背着丽莎同女孩去了小树林，可他也不确定是不是被人给发现。没多久便听到了男友的惨叫，等女孩过来后，男孩早就已经没了呼吸。大山想知道到底是不是丽莎干的，可却没能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。但他却不知，丽莎此时已经出现在身后，她眼神中充满了仇恨，但却并未对丈夫下手，而是悄悄一路尾随。见他又去同小美的父母见面，丽莎也终于下定了决心。等到大山回来，丽莎便再次威胁要报警，逼迫他必须选择和对方分手。然而当小美接通电话后，大山却不知如何开口，犹豫了很久，却依然没能讲出。他认为这样对两人太不公平，但还没等他说完，丽莎便将大山赶出了家门。面对即将可能的净身出户，大山也终于露出了杀意。他将车子停靠在路边，埋伏在妻子夜跑的必经之路。当看到丽莎经过后，大山毫不犹豫地启动了汽车，他眼神坚定，一脚油门撞了过去。女人被瞬间撞翻在地，可没想到妻子的命令，这样剧烈的撞击居然没死。为了以绝后患，大山再次挂上倒档，对女人进行了2次碾压。当看到妻子彻底的失去了生命后，他才终于满意的离开。为了给自己制造出不在场证据，大山回到公司假装加班到很晚，故意让打扫卫生的员工看到。随后他心安理得的回到家中，大山给自己冲了个凉水澡，试图净化掉满身的罪恶。随后他又给自己倒上一杯红酒，可就当他以为一切都结束时，却突然听到妻子的声音。他简直就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看着面前活灵活现的妻子，大山瞬间被吓傻了眼。他颤抖着身体，久久都未曾讲出一个字。当得知丽莎换了条新的路线时，这一刻大山才意识到
自己昨晚杀错了人，但丽莎对这些却全然不知，还认为是丈夫已经回心转意。第二天更是将她的奔驰车还给了大山。然而当丽莎独自驾车上班时，却看到警察已经将道路给封死。得知昨晚有人肇事逃逸后，丽莎却还没有意识到对方只是个替死鬼，还单纯的以为只是场车祸。可当她来到洗车店后，却发现卡里的余额竟然没了。丽莎气愤地找到店员质问，却被告知昨晚有人用过这张卡。她回到家中，拿来了当晚洗车的录像，而画面中的那辆白色厢车，也正与警方在通报中的一样。看着眼神一直躲避的丈夫，丽莎才反应过来一切。她没有想到，丈夫的目标竟然会是自己。好在这时儿子突然上来，丽莎才借机跑了出去。大山此刻也慌了神，他担心被妻子告发，但没想到到了晚上，丽莎竟约他来餐厅见面。他拿着大山的把柄作为要挟，不但要求他同对方断绝关系，更是逼迫他必须杀掉女人，因为一旦对方还活着，就始终对自己是个威胁。见大山犹豫不决，随后丽莎更是抛出一个惊天秘密：原来年轻时她看到男友背叛了自己，于是趁着对方在悬崖边抽烟，却悄悄来到对方的身后。丽莎为了报复出轨的男友，残忍地将对方推下了悬崖。随后她慌张地跑回教室，在音乐结束的前一秒，假装自己从未离开过，而值班的老师也证明了她的不在场。丽莎之所以告诉大山，也是为了证明自己深爱着他。只要丈夫能杀掉小美，那么彼此间就都握住了对方的把柄，两人将至死不渝的相伴终生。面对这个恐怖的妻子，大山也只能无奈的答应。为了给她制造出不在场证据，两人来到一家高档酒店，丈夫在趁机从2楼跳下，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女友家中。可小美却因对方失联数天还在生气，郁闷的她现在根本就不想再理大山。但没想男人竟一下砸碎玻璃，制造成入室抢劫的假象。可当听到小美惊恐的哀求时，大山又犹豫了。而另一边，丽莎用丈夫的手机给小美发了条分手的短信。随后她等到服务员送餐时，以拿小费为由让男人等会。她躲到洗手间，再用提前录制好的声音，让服务员认为她的丈夫正在洗澡，完美的制造出了不在场证明。可丽莎自以为天衣无缝的计划，却不知丈夫中途又掉了链子。然而当大山打开洗手间的房门时，没想到却看到了满身是血的妻子，而小美早就已经没了呼吸。大山也不得不接受如今的现实。很快警方就接到邻居的报警，房间里找不到任何有价值的证据，但他们还是调查出小美同大山的关系。然而当警方过来询问时，丽莎却主动说出他们已经分手，并且还提供了不在场证明。警方也只能无奈的离开。他们将小美列为了失踪案件，还组织了大量警力对周边搜索，但多日的寻找都未找到。而此时小镇上也刚好在举办晚会，大山和好友向着湖中心划去。可面对湖对岸的警察，大山却表现得尤为慌张。在他用掉了最后一根火柴后，才将湖中心的篝火给点燃。听着狗狗不停的狂吠，警长似乎察觉到异常，但又说不出是哪里不对。看着小镇上的市民欢声笑语，他也只好无奈的离开。可所有人都不知道，在篝火的下面竟然藏着小美的尸体，而这个秘密也终将会随着火焰的熄灭而被埋藏，因为骨头在1200度的高温下会被烧到一块都不剩。很快丽莎也卖掉了房子，他们决定换个地方重新生活。